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呢，都是通过我手中的这台大疆的 Mavic 3 Classic 无人机所拍摄的。不知道大家感觉画质怎么样？然后这个视频呢，并不是说做关于这台无人机的一个评测，我只是想聊聊我为什么将我手中的这台 Air2S 无人机更换成大疆的玉3 Classic 无人机。同时在视频的最后呢，会聊聊我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大疆的玉3标准版那台无人机，而选择的玉3 Classic 这台无人机。如果说你近期有打算更换无人机或者购买无人机的准备的话，不妨看一看，也许对你是有所帮助。如果您对这些信息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希望您在看完之后能够点赞、收藏、评论。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关注我，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感谢。这台无人机应该算是大疆玉3标准版的减配版，或者叫做青春版，砍掉了大疆标准版的那颗7倍的长焦镜头，其他功能基本保持不变，而价格呢便宜了将近3000元。可能有人会说，玉3无人机的灵魂就是那颗7倍长焦，可以拍出一些特别有空间压缩感的比较震撼的画面。现在如果把长焦砍掉之后，那岂不是没有必要去升级了？那现实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必须要肯定的是，玉3的那颗7倍长焦呢，确实挺有趣，它给普通民用机无人机带来了很多惊喜。通过这颗长焦呢，普通用户也可以在空中拍出一些特别有空间压缩感的画面，非常震撼。如果没有了长焦之后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但其实产品的不同定位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的人的。可能有一些人他并不是需要这个玉3的7倍长焦，那这时候如果说多花3000块钱去买一颗他也许未来很少用或者几乎不用的功能的话呢，无疑来说这3000块钱花的就有些冤。像这些用户呢，他完全可以等未来需要的时候再去更换就好了。而且呢，现在的数码技术更新速度都非常快，很可能当它真正需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有技术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出来。那个时候更换呢，其实比现在直接买一个带长焦的镜头的无人机，关键是它还用不上的这款无人机呢，也许会更好。现在大疆呢，只是给出大家一个选择，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玉3或者玉3 Classic 或者 Air2S 或者其他无人机，选择权在我们手里。那么对于手中现在有 Air2S 或者有玉2哈苏的用户来说呢，现在有没有必要升级到玉3 Classic 这款无人机呢？或者说你升级到玉3呢？我想说的是，还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首先来说，玉3 Classic 它性能上的参数其实相对于 Air2S 提升是挺大的。当然这个视频呢，我并不想去罗列视频上的一些具体参数，因为这些参数大家可以在官方网站或者说一些其他视频博主的视频中找到。我只想聊聊使用中和我手中的这台 Air2S 之间的一个区别，其中优点和缺点呢，我都会提到，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参考，同时呢，做出你自己的选择。下面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干，请大家带好水壶，然后点赞、收藏、关注。我们开始。首先是画质，相对于我手中的这台 Air2S 来说呢，其实玉3 Classic 它所带来的画质提升呢，并没有像想象中这么大，尤其是在白天光线特别好的时候呢。其实这台无人机它的画质呢和 Air2S 差不多，区别是有一些，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可能更多的区别呢是来源于它们俩的视角不一样，因为毕竟这两颗镜头的焦段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可能玉3 Classic 呢多多少少有一点优势，因为毕竟传感器更大一些吧。但是这种优势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大，因为其实 Air2S 的夜景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了。所以说玉3 Classic 的提升呢有一些，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当然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呢，可以拍摄一些更加纯净的夜景，比如说夜景模式，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未来我也会单独做一期视频去专门去谈这方面的拍摄技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关注上。然后玉3 Classic 无人机呢，包括玉3标准版无人机呢，在某些角度拍摄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眩光和鬼影现象。其实这个眩光和鬼影现象在以前的大疆无人机上呢，其实也有，只不过呢没有像这次玉3这款无人机出现的这么严重。网上关于它的形成原因呢，也有很多讨论，有说是镜头结构导致的，有说是因为镀膜原因，也有说是可能由于4/3 CMOS 的使用导致的一个副作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争吵也好，争论也罢，我们其实都应该是基于一个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说，它确实是存在的，也确实是比较严重的。但是通过某些方式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回避掉。如果说你不能接受呢，可能你也不会去购买这款无人机。如果说能接受呢，其实买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呢，去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其实避免的方式呢，并不是说没有，就是说尽量减少对于那种点光源的直接拍摄。而且在我这段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呢，其实我感觉还好，大部分情况呢，其实都是可以回避掉这种现象的。然后就是续航。
不得不说，U3 Classic 的这款无人机它带来的续航优势呢，是 Air2S 没有办法比拟的，同时也是我从 Air2S 升级到 U3 无人机呢一个重要因素。官方的数字就不提了吧，我就看了一下我的遥控器中的一个飞行记录，大部分时候呢 Air2S 呢从起飞到降落，大概是能飞21、22分钟，而此时剩余电量还是在20%左右，或者不到20%。大疆 U3 Classic 的续航时间呢是官方标注46分钟。当然，实际的飞行时间呢，肯定和官方是有一定区别的。在我的实际使用中呢，在比较安全的飞行情况下，我大概能飞31到33、4分钟吧，有时能到35分钟。此时落地的电量还剩20%或者不到20%。当然，这个也取决于当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还有说在空中所使用的拍摄模式。虽然这个时间听上去和官方宣称的46分钟差距好像不小，但其实如果说跟 Air2S 来比的话，它切切实实是多了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呢也是比较关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十几分钟呢是在空中的连续飞行时间，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无人机降落再起飞，所以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呢，往往可能要比表面上看上去的这个十几分钟会更重要。我的感受呢，就是在我拍这种大范围空中移动延时的时候呢，用以前的 Air2S 来拍的话，往往拍一段正常时间的延时视频之后呢，剩余的电量不足以支撑再拍一段正常时间的延时了。如果想继续拍延时的话呢，只能说将无人机降落，然后更换电池，再去拍摄。这样的话其实是很麻烦，也无形之中造成了很多这种电量的浪费。而现在用的 U3 Classic 之后呢，我在拍延时的时候，在空中完成2段标准时长，甚至稍微有一些长的延时视频的话，都是可以胜任的。所以说，这个电量带来的好处还是很显而易见的。同时呢，电量的提高呢，也让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呢，效率大大提高了。所以说，电量是我选择更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大家拍这种日出日落的延时视频的话呢，可能感触会更深。用U3 Classic 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完整的覆盖日出日落的那段黄金时间，不用说中途去更换电池了。然后关于这个续航时间呢，最后还想给大疆提一点建议，就是大疆以后在出厂无人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标注上一些其他情况使用无人机拍摄的一个时长，不要只是标注一个实验室无风环境的一个飞行时长。这样的话呢，当消费者买到这款无人机到手的话呢，也不会带来太多的心理落差。而现在大家买完无人机回家之后呢，可能会第一印象就是大疆宣传的续航时间和自己真正使用的时间呢有非常大的出入，这样的话其实感受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希望大疆以后可以采用这种多标注几个不同的续航时间。接下来呢是可调光圈，这一点呢也是我从 Air2S 升级到 U3 Classic 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在 Air2S 上呢是没有可调光圈的，在以前的 U2 哈苏上呢是有可以调节光圈的选项的，然后在 U3 Classic 上呢，也包括 U3 上呢是可以调节光圈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其实也可以看出大疆对不同产品线的一个区分。可调光圈的特性呢，只会给U或者更高级别的无人机呢去配置，可能这也是由于U系列还有更高级的无人机系列呢是更多的面向专业的用户。普通的用户呢，可能不会太在意这个可调光圈，因为可以通过降低 ISO， 还有说调节快门速度，还有给机器上 ND 镜来达到一个合理曝光的目的。而专业用户呢，可能他们除了需要控制曝光以外呢，还去追求一个拍摄的效率以及一些拍摄的动态模糊的性能。所以说呢，可调光圈配置在 U3 上，还有 U3 Classic 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有了物理这个可调光圈之后呢，我们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把飞机降落，然后上 ND 镜再起飞，这样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了。我们直接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空中的飞机它的光圈大小，来达到一个合理曝光的目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些用户还有些朋友可能会疑问，那既然我可以通过降低 ISO 和调节快门速度来达到一个控制曝光的目的，那为什么我还一定需要这种可调光圈呢？那么这里呢，我暂时先不说原因，把这个原因留在视频的最后去说。如果说观众有了解的话，也可以把你知道的原因呢打在公屏上，或者放在评论区内。然后我们先继续说后面的特性。下面一点不同呢，就是 U3 Classic 这款无人机呢是支持 O3 加图传的，而 Air2S 呢是支持 O3 图传的，好像是 O3 图传吧，在信号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然后 U3 Classic 支持像这种小白控的遥控器的带频控，同时呢也支持这款 RC Pro 的遥控器，
然后关于这款 RC Pro 的遥控器呢，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去说如何比较低价的去获得这款遥控器。当然，这种方式可能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在实际使用中呢，支持 O3+ 图传呢，确实带来信号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断连的次数呢也比以前确实少了一些。当然呢，如果说你在城市里去飞行的话，可能也是不够的，因为太多的高楼去遮挡信号，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Air2S 呢，它是支持 1080p 30帧的图传信号，而玉3 Classic 呢，包括玉3呢，它是支持 1080p 60帧的图传信号的，这点也是这两台机器的不同。然后接着关于信号方面呢，像玉3 Classic 包括玉3无人机呢，它是支持一个 4G 模块的安装的。安装上 4G 模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 SIM 卡的 4G 信号呢，去进行一个飞行，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依靠图传信号了。这样的话，对于在城市里飞行的飞手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图传模块我目前还没有买，可能也是由于我飞的并不是太多吧。以后如果有机会入手的话呢，也会做一期评测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然后就是固件上的区别。其实，在玉3刚出的那段时间呢，它的固件是非常不完善的。但是通过一系列的固件升级之后呢，今天的时候，其实玉3的固件已经相对来说完善了。而玉3 Classic 出的时候呢，就继承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固件。同时呢，在近期的一个更新中呢，也加入了一个航点飞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未起飞的情况下，就可以规划好航点。这个功能其实有很多比较好玩的玩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博主的一个视频介绍，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去测试，未来有时间测试的话呢，也会展现给大家。总之来说，像这个航点飞行功能，其实就是只要你的脑洞足够大，就可以玩出很多新鲜的玩法。下面这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拍摄规格、拍摄模式上呢，玉3 Classic、玉3无人机呢比 Air2S 呢有了很多的提升，而且它们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个视频主要就说说视频方面的区别吧。像玉3 Classic 它是支持 5.1K 50帧的拍摄，而且这个拍摄模式是没有画面裁切的。同时呢，支持 4K 120帧是有裁切的模式，和 1080p 200帧有裁切的模式。具体参数呢可以参考这里。去年年底的固件中呢，又新加入了一个夜景拍摄的模式，而这些呢都是 Air2S 不具备的。从分辨率和帧数说吧，中间也会说一下它们的关于一个定点焦点跟随功能，以及一个数码变焦功能的使用条件，稍微有一些复杂。稍后呢，我会把这个总结的表格呢放在后面，大家可以按需去参考。大家也可以收藏、关注、保留下来，未来慢慢去看。因为不同的分辨率呢，它的区别比较大，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把这些区别呢，按照不同的分辨率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 5K 分辨率的一个视频规格的区别。大家以前如果用过 Air2S 可能了解 ，Air2S 呢是支持 5.4K 最高30帧的视频拍摄的，而且这个视频拍摄是没有画面裁切的。而玉3呢，玉3 Classic 呢，它是支持 5.1K 50帧的视频拍摄的，而且这个拍摄呢也是没有画面裁切的。是不是看起来其实只是一个帧率的不同，分辨率其实差不多，但其实它们的区别还有。Air2S 在 5.4K 的分辨率下呢，它没有办法去使用机内自带的一个数码变焦功能。如果想实现变焦呢，只能通过后期的处理。而在玉3 Classic 上呢，在 5.1K 的分辨率下呢，同样是可以使用变焦的功能的。当然，这个变焦是数码变焦，支持最大应该是3倍的数码变焦吧。可以通过带屏遥控器右手的滚轮去操作它的变焦，也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去实现变焦倍数的切换。所以这个时候，请把刀法精湛打在公屏上。然后在 4K 分辨率的视频上呢 ，Air2S 在普通的录像模式下呢，支持以 4K 最高60帧的规格去拍摄，但是这个帧率是有应该是 1.5 倍还是 1.3 倍的画面裁切的。如果不想要画面裁切呢，那就需要将帧率呢调到30帧，并且在 4K 60帧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去激活刚才说的那个焦点跟随功能的。如果想要使用焦点跟随功能，只能在 4K 最高30帧的模式下呢去激活。变焦功能呢，也只能在 4K 30帧及以下的帧率，并且色彩模式是普通的条件下呢才能激活，能够实现最大4倍的数码变焦。在 D-Log 和 HLG 的色彩模式下呢，是不支持变焦功能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10比特的色彩模式下呢，是不支持变焦功能的。而玉3 Classic 呢，在普通的拍照模式下呢，最高可以支持 4K 60帧的视频拍摄。和 Air2S 不同的是，它的画面是没有裁切的。在夜景模式下呢，是可以支持最高 4K 25、30帧的拍摄，好像也是有 1.1 或者 1.2 倍的一个裁切。在慢动作的拍摄模式下呢，可以支持 4K 120帧的拍摄。画面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裁切，应该是 1.5 倍的裁切吧。当然这个倍数还不能
能确定。在所有的拍摄模式和帧率下呢，都可以激活这个焦点跟随功能。变焦功能在 4K 分辨率下，在普通的录像模式下，同时呢，在任何色彩模式下，不管是普通色彩还是 D-Log HRG 等10比特的色彩模式下呢，都是可以支持最高3倍的变焦，也是同样可以通过带屏遥控器的右滚轮去进行操作。在夜景和慢动作的录像模式下呢，是不支持变焦功能的。然后 2.7K 的分辨率的区别呢，首先玉3它是不支持 2.7K 的录制的，所以我们就不说了。然后 Air2S 呢，它在 2.7K 的规格下呢，其实刀法也是非常精湛的。Air2S 呢，在支持普通的录像模式下，可以支持 2.7K 最高60帧的规格拍摄视频，但是这个帧率呢，也是有将近1.3倍，好像是1.3倍的一个画面裁切的，裁切系数呢要比 4K 的情况下要小一些。如果不想要这个裁切的话呢，那就需要将帧率调到30帧以下，并且呢，在 2.7K 60帧的模式下呢，也是没有办法使用焦点跟随功能的，只可以在30帧及以下的帧率模式下才能激活，这点和 4K 的方式是一样的。它的这个数码变焦功能呢，也同样是要求色彩模式必须是普通情况下才能实现，在 D-Log 和 HRG 这些10比特色彩模式下呢，是不支持变焦功能的。变焦的倍数呢，也是根据不同的帧率呢是不同的。在 2.7K 30帧的模式下呢，最高支持6倍的变焦；在 2.7K 60帧的模式下呢，最高支持4倍的变焦。最后是 1080P 的分辨率。1080P 的分辨率呢 ，Air2S 支持在普通录像模式下呢，1080P 最高60帧的规格去进行拍摄视频。但是这个帧率呢，好像也是有1.2倍的一个裁切，这个倍数我不能确定啊。如果不想要裁切的话呢，那就需要将帧率调整到30帧及以下，并且呢，在 1080P 60帧的情况下，也同样是没有办法使用焦点跟随功能的，只能在30帧的模式下激活。这一点和之前的分辨率是一样的。在慢动作模式下呢，是支持 1080P 120帧的拍摄的，同样也是有剪裁的，剪裁系数和 1080P 60帧几乎是一样的。而变焦功能呢，同样也是要求必须普通色彩模式去拍摄，在 D-Log 和 HRG 色彩模式下呢，是不支持变焦功能的。而变焦的倍数呢，也会根据不同的帧率而不同。在 1080P 30帧及以下的帧率下呢，是支持8倍的变焦；在 1080P 60帧及以下的模式下呢，是支持最高6倍的变焦。然后玉3和玉3 Classic 在普通的拍摄模式下呢，可以支持到最高 1080P 60帧的规格。和 Air2S 不同的是，玉3 Classic 的画面呢也是无裁切的。在慢动作的录像模式下呢，可以支持到最高 1080P 120帧和200帧的拍摄，不过都是有裁切系数的。1080P 120帧的裁切系数和 4K 120帧是一样的，而 1080P 200帧的裁切系数呢，显然是非常非常大。我不知道是多少倍吧，反正是看起来非常的大。在所有的模式和帧率下呢，都可以实现焦点跟随的功能。而变焦功能呢，在 1080P 的分辨率下，在普通拍摄模式下，最高可以到3倍的数码变焦。同样的色彩模式呢，无论是普通还是 D-Log HRG 呢，都是可以支持变焦的，也是可以通过带屏遥控器的右滚轮去进行操作的。在慢动作模式下呢，是不支持变焦功能的。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有些乱了？其实看上去呢 ，Air2S 好像跟玉3 Classic 差不多，但其实它们在一些隐藏的参数上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样会导致可能你一旦使用 Air2S 的时候呢，你开始是不知道，但是一用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功能也不能用，那个功能也不能用，或者说有很多限制。上面的这些信息呢，我是挨个去试的，所以花了很多时间。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是否有帮助，而这些信息值不值得你的一键三连呢？当然也可以参考屏幕上的这张表格。反正总结完之后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玉系列就是玉系列，你大爷就是你大爷。休息一下，喘口气儿，我们继续。下一个方面就是电池的充电方面，玉3 Classic 和玉3终于支持 Type-C 口的快充了，这个是一定要给好评的。不过呢，如果说你是要给多块电池充电呢，也是需要通过这个充电管家来实现的，而充电管家是需要额外去购买的。下一个方面是收纳方面，收纳方面呢，大家可以看玉3带的这个玉3 Classic 带这个套子呢，我觉得要比 Air2S 的那个云台保护套呢要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套可以起到除了保护镜头以外，还可以保护桨叶，还有说机身的一个作用。不过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呢，玉3 Classic 的它的这个云台呢，在关机状态下呢是没有办法去锁定的。大家可以看它是活的，这一点相对于玉3标准版来说呢，有一些遗憾。标准版是可以锁定的。然后关于收纳方面还有一点就是玉3 Classic 还有玉3无人机呢，它的体积要比 Air2S 要大，所以你如果想用摄影包去装Air2S 的话呢，可能会很轻松装下。但是如果装玉3 Classic 的话呢，可能你需要腾出更多的空间去装它。
最后一点呢，就是关于玉3 Classic 的一个避障。Air2S 呢，它不是全向避障，而玉3 Classic 呢，包括玉3呢，它是一个鱼眼的一个360度的一个避障。而这个避障呢，好像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没有优化好，目前来说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飞行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去依赖这个避障系统去做飞行，还是养成一个安全飞行的一个习惯吧。关于特性呢，可能就想到了这么多，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漏的，暂时就先说这么多吧。如果说未来想到一些其他方面呢，也会做视频和大家进行一个汇报。下面就说说我为什么最终是买了玉3 Classic 而没有去买玉3标准版。其实玉3标准版的那颗7倍的长焦呢，确实不错，可以拍出很多有趣的画面。但是最终我为什么没买它呢？很明显不是因为价格，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钱都花了，其实也不在乎再多花个2000多块钱买一个标准版了。不买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因为玉3的这颗7倍的长焦呢，有一个抽奖的情况。它现在的出厂有椭圆长焦，还有一个圆形长焦，它们的画质在白天的时候呢，可能差距不是太明显，但是在夜晚的时候，它们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抽奖的感觉，而且这个抽奖有可能还不是抽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你的机器出现问题寄回给大疆，或者说大疆进行维修的时候呢，不一定返还给你的机器还是你原来的那个机器的长焦镜头。这就意味着你有可能需要多次去抽奖，就像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台机器是什么的长焦。所以最后综合考虑呢，我还是选择了一款没有长焦镜头的玉3 Classic， 也算是不操这方面心了。大家如果不怕抽奖的话，其实可以去选择玉3标准版。其实这就跟谈恋爱结婚是一样的，你选择和对方在一起呢，可能最终不是因为对方身上有多少优点，而是你能不能忍受对方身上的缺点。假如你能忍受的话呢，那最终可能你们就在一起了。如果说你不能忍受的话呢，可能他身上有再多的优点，也没有办法去弥补他身上这块短板。所以最终还是看大家的需要吧。等我再深入体验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我还会出几期视频去介绍一下这款机器的一个特性。现在其实来说的话，就算是没有玉3标准版的那颗长焦，单纯是玉3 Classic， 它相对于 Air2S 呢，它的提升其实也是不小的。具体原因可以参考我上面说的那些。而且呢，它的固件呢也不像刚出的时候呢这么的不完善。玉3 Classic 的固件从一出呢就继承了已经接近完善的玉3的固件，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段选择玉3 Classic 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再说一下视频中间提到的 Mavic 3 Classic 这款无人机带有的可变光圈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拍摄视频来说，我们往往会追求一个动态模糊的效果，因为动态的模糊呢会让画面看起来更加流畅。而要实现动态模糊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设置一个固定的快门速度，一般都会设置为当前拍摄帧数的1/2。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拍摄一个25帧的视频，那么我们需要设定一个固定的1/50的快门速度。这个时候呢，对于没有可变光圈的无人机呢，它的快门速度是已经固定了。那么如果我们想调节视频的曝光的话呢，我们只能通过调节 ISO 去调节它的曝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白天特别亮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算是把 ISO 调到最低值了，它也无法达到一个合理曝光的目标，往往也是过曝的。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呢，用一些特殊的色彩模式，比如说我们用 D-Log 色彩模式去拍摄视频，那 D-Log 的默认起始的 ISO 数值呢就是800，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调节到更低的速度了，那画面一定是过曝的。那唯独能用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将无人机呢去降落下来，然后呢加上 ND 镜，再起飞，来达到一个合理控光的目的。麻烦不说，而且经常性的我们换 ND 镜也无法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合适的 ND 镜，那有可能会第2次更换，那会非常的浪费时间。而如果有了可变光圈的话呢，在光线不是特别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在空中直接调节它的光圈数值，来达到一个控制曝光的目的，甚至不需要降落无人机去加 ND 镜来实现一个正常曝光。所以说，一个可变光圈在无人机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 Air2S 没有，也可以看出 Air2S 它并不是面向一个专业级的用户的无人机，而玉3 Classic 包括更高级的无人机，它都会有可变光圈，也是因为有了可变光圈之后会更有效率。好了，以上这些内容呢，就是我这段时间使用这台 Mavic 3 Classic 无人机的一些感受，同时也有和手中的这台 Air2S 的一些对比。如果这些信息对于你有一定帮助的话呢，也希望可以留下您的点赞、收藏、评论和关注。我未来呢也会做一些其他的相关视频。最后，如果说您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些好的建议，也可以打在公屏或者评论区内，我们可以多多沟通，多多交流。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